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BS 赵少康战警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谢立功秘书长、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林玉芳委员、钟佩君议员。好，贺锦丽，我们看看美国哈，贺锦丽要第一次接受采访了，因为呢，川普一直骂他，躲在那个躲在里面不敢出来啊，媒体采访都不敢，包括对这个民主党友好的《纽约时报》的几个媒体也都不耐烦了，给我们专访一下，都不专访，我们怎么知道你的政见、你的主张、你的立场到底怎么样呢？哈，但他跟川普的辩论规则还搞不定哦，他希望麦克风都是开着，随时可以插话。川普呢，他们是说不讲话的麦克风就要关起来哦。那另外呢，所以川普认为呢 ，ABC 是不公平的新闻。哦，既然不公平的媒体，我干嘛去那边帮你们这个拉抬收视率？所以呢，他有可能到时候用这个做理由就不参加辩论了啊。但是我觉得川普不参加辩论也很糗了啊。那另外呢，川普去骂 CNN， 骂完 CNN 骂 ABC， 其实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就这样了，他就在那边看电视，哦，然后呢，随便他骂谁，不，随便电视骂他，他就骂那个电视台。同时立刻抛出一个用他的这个手机，立刻呢发出一个他特别奇奇怪怪的想法，一下就变成媒体的头条了。美国总统的意见都是头条嘛，一变头条就转移焦点，他会搞这个东西哈、哦。那他现在是把 CNN 把 ABC 当成出气筒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先看看他好了。走向对方，紧紧握手。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27号抵达北京，与大陆外长王毅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我希望我们这次沟通一如既往，仍然是战略性的，也是实质性的。当然，同时也应该富有建设性。王毅坦承，中美关系过去几年充满波折，关键是要锚定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方向。另外，据外媒报道，北京将主张对台湾的主权，并针对美国加征关税、围堵大陆晶片等表达不满。Including issues on which we agree and those issues on where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that we need to manage effectively and substantively. And it will be, I think, a very productive round of conversations. 此次是苏利文首次访华，也是2016年以来首位到访大陆的美国国安顾问。学者分析，此行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大选登场前缓和两大强国间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南海冲突局势正在不断升温，南海问题将成为王毅与苏利文的交涉重点。好吧，美国当时的这个美国的现在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呢，到大陆去访问哈。那被认为说是要落实元首共识，而且是不是安排拜习会哈，引起大家蛮大的瞩目。他当然也会讨论台海、南海台湾的贸易科技的管制等等等等哈。那另外呢，王毅是说呢，中美关系要展开新一轮的战略沟通哦。那另外呢，台湾的学者说，苏利文去主要希望美国大选的时候不出意外，但到时候你老公如果出什么招？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很够乱了啊！你们就在旁边看就好了啊！所以他被认为说呢，苏利文会不会会见习近平，是中美的指标。习近平会不会接见苏利文？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哈。那当然，美国媒体是说拜登现在也是跛脚鸭了，哦，就最后任期了。那到底苏利文到中国访问，中国为什么要接见他？中国什么人会接见他？到底他这个访问有多重要？哦，那好吧，这个乃菁怎么看？我觉得正是因为拜登政府呢已经是进入跛脚鸭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是中国方面是王毅邀请苏利文去。我觉得更特别的显得大陆呢在这种大国外交的那个细腻和这个操作上面的很高明的地方。这一方面呢显示呢中国呢并不是一个短视近利的国家你反正已经要下台了，我们两个之间也没什么好谈了。你这个美国对于国际政局的这个影响力也有限了就中国不这样子看，而是呢邀请了苏利文去，然后着眼于这个世界上呢最重要的两大国关系的稳定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呢，苏利文呢，美方
他们如果呢是能够了解啊，就有那个中国通，能够了解中国在这种操作上面的这种细腻安排的话，应该会特别的有所感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当中美关系呢，因为气球的这个事件呢，陷入了低潮之后，苏立文跟王毅的战略沟通管道呢，在当时就发挥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哈。两个人呢，在维也纳、在马耳他什么会面等等啊，所以呢，在苏立文呢即将要这个卸任的前夕，他从来没有去过这个中国大陆，王毅呢邀请他去，也在凸显这个战略沟通管道的重要性啊。希望呢，中美日后呢能够继续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战略的沟通，增加彼此的一个互信。那你说就实质的内容来看的话，我看到苏立文呢特别的有提出来，希望两国之间呢能够提升到就是能够提升到这个作战司令的层级的沟通，也就可以知道说，美国方面呢对于在现在的美国的政局呢，处在一个比较混乱期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是非常的不希望啊，不管是在台海、南海之间有任何的是在彼此的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这样子呢，都可能会使得这个局势呢更困难。至于说他有没有要安排接下来的这个拜习会，有没有可能实现？我觉得当然有两个指标啦哈。第一个就是看这个习近平呢会不会在这一次呢，他苏立文去访问北京的时候是会见他。不过我觉得以这个中国这次这样子出手这么重人情味的这个安排啊，会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第二个呢，两个人的这个会面的有两个可能的时间点是 G20 跟这个 APEC 啊，一个在巴西举行，一个在秘鲁举行。那两个会议的举行的时间呢，都是美国总统大选后了哈。如果呢拜登呢参加这个会议的话呢，参加 G20 参加 APEC 会议的话，那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结果啊，如果说是川普当选，美国呢可能会陷于一种内乱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呢，就更需要在中美的这方面呢，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不能够出乱子啊。而在那个档口上面呢，就会变成是拜登呢有要更想要希望能够会见习近平的需要性了。那你讲，其实当然 Jake Sullivan 他现在有点尴尬，因为这个 Biden 的任期也快到了。其实 Sullivan 因为过去他跟 Biden 特别好啊，Biden 担任这个副总统期间，他就是 Biden 的这个国安顾问哦，所以后来 Biden 选上总统之后，他就成为这个整个白宫国安会的国安顾问。但因为现在美国媒体已经指出，那个贺锦丽如果当选的话，可能会有自己的团队，那包括他现在担任副总统的国安顾问是叫 Phil Gordon 哦，可能会成为这个白宫国安会的关键角色。但是因为我相信中国还是会重视跟 Sullivan 在这个时刻要谈的原因很简单哦，因为 Biden 自己哦没有打算去中国。其实如果 Biden 这个任期结束之前没有到中国的话，这个应该会是美国总统卡特啊，至今1977年至今第一位没有到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所以这个其实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是 Biden 个人这样子认为说我拒绝去中国访问，还是因为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等等等等。但是总言而之就是说 Biden 没有去，所以他派遣这个 Sullivan 去，我相信中国还是会非常慎重以对。那其实我讲到这个美国选举哈，其实我还是要提一点，这个贺锦丽跟这个川普在辩论会的一个讨论真的是很有趣，但又很无聊。为什么？因为过去其实这个现在要 ABC 美国的这个美国广播电台的这个辩论会是现在定在这个9月多的时间。那9月多的时间本来这个是 Biden 跟川普敲定，那 Biden 那时候是希望要有这个麦克风这个澄清要关掉然后当时对不起，川普说要关掉Biden 说要开起来。为什么？他想全世界去看到说，川普很喜欢打断人家没有总统的的这种气势啊、格局啊等等但是后来这个同意了，说好全部麦克风关掉。然后川普的团队觉得好像也蛮不错的，就川普没有去打断人家展现出一个总统的格局，很棒。那这一次贺锦丽说，那你还是把它开起来好了。那开起来为什么？我要全世界看到说川普就是很爱打断人家。那所以双方因为这个麦克风到底要不要开，结果打成一片，导致到这个周末就是前几天川普还在自己的社区媒体说，那我不参加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不公平等等。那贺锦丽说，你看川普就是这个不敢跟我辩论，退出了。然后后来川普又说，没有，我还是愿意跟你辩论，甚至我不是很在意这个麦克风的议题。
可是我觉得彰显一件事情，就美国选举至今只剩2个多月时间，打的已经不是政策牌了，打的是个性。大家就想要彰显贺锦丽想要彰显川普不像总统，没有总统格局这个喜欢打断人家。那川普想要展现说，你看贺锦丽不够强硬对很多议题上就是很软弱会动来动去。所以我觉得美国选民到最后2个多月，可能也不用期待说有深厚的一些政策讨论，大家可能期待的就是双方持续用人身式的一些攻击了。梅峰兄川普会不会到最后拒绝辩论？我认为应该不会，因为你如果拒绝辩论了，就表示你胆怯。对于川普这样很自恋的人来讲，他不会让人家觉得他没有胆子来辩论的。所以应该会，但是现在当然关键就是说，究竟要不要关麦？因为上次他辩论的时候，你知道他跟拜登在辩论的时候一直打岔，拜登讲一句话 ：“Shut up, man， 闭嘴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拜登要跟他辩论的时候，为什么希望说关麦，就是说不要被打扰这样子。那贺锦丽的幕僚们想一下，开麦啊，川普不是很喜欢表现的恶形恶相的样子吗？打断人家讲话吗？那就开麦嘛，让他表现嘛，让百姓看看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当总统嘛？所以双方都有所这个涂抹啦。那你认为那现在究竟会不会开麦？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好，因为双方的既然有这个盘算的话，不过我认为辩论最后势必是会辩论啦。那我是觉得 Sullivan 到大陆去访问是大陆邀请的，然后王毅邀请我认为大陆当然是非常重视跟美国的关系嘛，因为大国关系里面，美国对它是最重要最大的这个外销的市场，高科技产品的来源，然后呢，也是这个在军事上频频这个对它进行围堵的这样一个超级强权嘛。那我认为他这个时候离选举已经这么近了。中国大陆要做一个邀请Sullivan去中国大陆访问的动作，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他就是在做选择，他就是在押宝，他就是希望说，这个 Harris 可以当选，民主党政府能够继续，因为民主党政府至少比较 predictable， 可以预测他的行为比较可预测。因为川普一上来的话，他可以把你搞得天下大乱了，把朋友跟敌人都搞得天下大乱。川普是有这个本事的。我认为中国大陆认为说，虽然拜登并没有放弃这个川普当时的所谓的高关税的这个对付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拜登也同时做了很多对中国大陆表示友善的这样一个动作。你看这次的政纲其实是拜登的政纲，拜登认为这个党纲他的第2任，所以他上面讲多讲我的 second term 我要怎么做，这里面讲出他所有的这种心思出来。第一个就是我跟中国大陆是竞争的，我要赢得它，但是结尾说我要很负责任的去管理两岸的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要让它恶化成为一个冲突。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光讲一个4月份好了，今年4月份，这个拜登跟习近平通了一个电话，通了1个小时有45分钟，接着过了几天。耶伦财政部长就去访问中国大陆，接着在4月底的时候，布林肯就去访问了中国大陆。5月的时候，奥斯汀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部长在新加坡就见了面。这种东西就是美国就真的他的政策就拜登这种政策非常的清楚，我一边要打压你，可另外一方面呢，我不想跟你冲突，所以我跟你很友善的来往。我认为中国大陆认为拜登这样一个敌人。跟继承拜登比较可能继承拜登政策的 Harris 的这样的一个对手，是一个比较可以令人放心的对手，所以我认为他邀请Sullivan去访问，基本上就在押宝。我基本上说，大陆现在所有的政策只有一个字：稳。稳，维稳，压倒一切。你说经济为什么都有几个动作，经济就可以起来啊？有几个动作，房地产就可以不跌了，为什么不做呢？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经济成长，稳定压倒这个其他的问题，就是稳定。所以我想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一样了稳。因为看内部已经问题一大堆了。历史上第一招减法军的侦察机到日本领空去了，所以日本的自卫队紧急升空
那我们外交部去骂老共说你干嘛跑到日本领空去？这很奇怪，这地方他们两个吵架，日本已经去骂了，你到我这边来2分钟，我们骂什么呢？表示呢，我们跟日本休戚与共，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日本有事，台湾有事，休息一下再回来。郑文灿被起诉求刑12年那他等于是压了48天了，所以他瘦了一大圈这个好像比这个是瘦了那另外呢，这个主任检察官本来想跟法院一定要开战，要不要继续压了？但是呢，桃园地法院吴玉景宣布羁押庭不公开，不给你记者听，也不给你提问题。就我们自己干了那郑文灿被裁定2800万交保那这个反正就是用钱然后认为说他大概也不会串证了所以呢就把他给放了，因为羁押的5个人现在全部交保了那么廖家父子3个人其中就有3个人。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说是他另外床头柜被搜出678万。所以这怎么收的？一说是因为检察官希望发这个搜索票嘛，法院一直不发，就检察官自己跑去搜索。为什么？有个紧急搜索权，我们是有可以紧急搜索的。如果你因为有现行犯或是有重大证据，你可以不待法院开始搜索，不要法院准许，检察官会自己搜索，但是要检察长同意，检察长必须要同意去搜索。所以这个搜出来的所以因为桃园法院很怪。每次开庭就要郑文灿交保，然后理由之一就是证据不够确实。那检察官就说：“我证据不够确实，那我去补强证据嘛？怎么补强呢？就是搜索嘛。”法院有时候不行，时间太久了，你现在搜有什么用呢？很奇怪所以呢，这个态度很矛盾了那另外呢，这个郑文灿2度在台北饭店他们参讯呢，对方暗示说没系列啦。不会失礼了，就是说我希望把这个字画这个都更字画从化区这跟那个柯文哲那个建华山听起来有点像，字画那自己画。那后来呢，这个郑文灿果然在会议里面而且还请了这个廖一起参加。廖呢开完会后打电话给这个台塑的前总经理吧，说。完全照我们的计划，完全照我们当时建议他的做，所以赶快要送礼，不要失礼了。接着就是500万嘛，然后选举的时候又给他政治现金600万，所以光从这个来源就拿到1100万。那为什么退呢？这个是猫腻大了。有检调人员怎么透露出来，说这个廖先生呢被监听，这事情大了。然后郑文灿在接受廖的儿子送去的600万政治现金的时候，跟廖的儿子说：“你爸爸大嘴巴了，然后去讲现在都在监听他了。”这样状况下，郑文灿还敢收这600万呢？只是后来听说哇，这个事情好像办下去了，等等，他才紧张然后才说事情又没有办成，然后就再退钱。那整个中间，第一个谁泄露秘密，说现在要查谁泄露，检调谁泄露秘密给郑文灿，说。廖被监听，到底是谁？这是蛮关键的嘛。然后呢，这个郑文灿有没有什么风声？才退钱？这个我觉得也要查我们看一下。快步走出法院，穿着与收押当天一样的蓝色西装外套，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历经47天，终于能回家了。市长辛苦了，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面对镜头和记者问话，全程不发一语，面无表情，略显疲态。但面对交保金额2800万元，1个晚上就搞定。
郑文灿涉贪案起诉后，27号晚间9点半开机押庭，5名在押被告28号凌晨0点50分陆续裁定交保，其中凌晨1点25分，郑文灿被裁定2800万元交保，2点41分就筹出第一批现金，3点14分第二批送达，110分钟内筹出2800万元。不过金额庞大，花了将近1个半小时才清点完成，2次都是郑文灿的大哥送来，点钞后也是他签名确认。清晨5点02分，郑文灿才从法院大门走出。郑文灿待在看守所是7天后，这次出来2颗扣子都有扣上，但衣服相对变得宽松许多，腰线和手臂都没有这么贴身，整个人可以说是瘦了一圈。好吧，这是桃园地检署一共起诉了11个人了哈，除了郑文灿囚刑12年，杨兆麟当时也是在台塑不得了，含水会结冻的，在台塑里面影响非常大的。台塑这样的公司，对不对？这个呼风唤雨啊，那个时候高科技还没有的时候，他就是传产的老大，没办法，遇到大官还是得低头啊，对不对？遇到这个管你的这个桃园市的市长，你还得送啊，还得去巴结啊，还得请吃饭呢，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去当官的原因，就知道了啊。然后呢，他现在收钱的时候是装在一个袋子里，付钱的时候装一个木箱，而且还用橡皮筋绑，所以呢，检察官就认为说，那钱根本用掉了嘛，那根本就用掉了，绑的方法都不一样，只是后来不得已去凑了500万再还所以呢，说他也知道是钱，他不会说不知道是钱，明明知道是钱所以呢，那他另外呢，他的保冷柜还上锁，塞在暗柜里面你看这么多收出来的600多万这样的情况来，这个佩君怎么看？其实这个案子从启动这个侦查到这个现在完成起诉，如果拿去跟同类型的案件相比时间算是很快那一般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对象是郑文灿，所以检调可能默默已经调查很久。那8、9不离10的时候，这个检察长才同意出手跟抓人。那另外一方面，郑文灿自己大概也会很希望说，赶快有一个暂时的结果，因为他2次抗告后就被羁押到现在嘛。那这个检方尽速的侦结起诉，那起诉之后他就有机会可以回到家里面去不过刚刚大家新闻里面看到110分钟凑到2800万我觉得大家除了一方面啧舌之外，另外大概也就显现郑家人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这个巨款摆在家里等随时出手，让郑文灿可以赶快回家。那说实在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拿出这么大量的现金，让这个案子所有的人觉得有更多的想象空间那除了收贿这个主线之外，其实这个案子还有另外2条支线，随着侦结起诉可以去观察。一个就是赵大哥刚刚讲的，郑文灿在退还汇款的时候跟廖俊松说：“你爸嘴巴很大。”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司法系统里面有高人去告诉廖俊松，告诉郑文灿说已经被监听？那后面就会再衍生出一个很严重的泄密案，可能是接下来要调查。那这个环节其实还意外的搞出一个案外案了，因为廖俊松知道自己被监听之后就很着急，结果有一个退休的检察官去跟他说：“来，我帮你瞧。”然后又骗了他10万，又骗了他一笔钱，所以还有案外案，居然还有这种事。那第二个要观察的事情就是，刚刚新闻抬头有讲嘛，就廖俊松的不是郑文灿的床头柜搜出了678万，用保冷袋装在暗柜里面。可是他的秘书家里面居然也有88万那到底是郑文灿他本人的钱狡兔3窟分开来藏，还是他的秘书也利用职权去收受汇款？这个也有待厘清因为从起诉书的内容来看的话，这个秘书失信秘书并不是廖俊松的线人或是白手套。那理论上，如果按照这个犯罪结构，郑文灿收了钱应该是自己放在家里保管，不会去放在秘书的家里面所以接下来就要去调查秘书的钱是老板交给他保管的，还是他自己也去外面开一条线，自己也在收钱我想观众朋友看了这个万来万去的，应该看得很傻眼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家里可能8万现金就不错，88万实在很罕见那这个案子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黄大兄，我最近看这1个多月、1、2个月的这个新闻有人在问，到底是我们这个现在赖总统选上以后秋后算账，还是他在这个现在的政府在希望政治变得比较清廉我为什么这样子讲？你看这个案子检察官这个是一个7、8年前的案子，
第二个啊，曾经已经被签结的，现在重新又拿出来。再看法官呢，说要放弃，说要搜索，那个要是搜索，法官说不可以，可是检察官就要去。那这个法跟检调是不同调的哦，这以前很少哦。我们再看云林呢，张丽善被栽赃那个案子也很有意思啊。云林的地检署说没事啊，但这个他没有犯意啊，说那个调查官呢说没有犯意，可是云林的高分检说要重启调查。我当然很希望我们的台湾的政治要清廉哈。从这个案子里面来看，不管你多少年前犯的，只要你有犯，我们人民都很希望怎么样呢？就是要把你追得水落石出，否则我们到处听到贪官污吏啦，还有很多的不法啊。台湾如果说要走上这个真正的民主，让人民觉得政府是清廉的，这几个案子我建议要好好办。谢谢家长回来。